是 Kevin， 然后我是青宇航空客服中心的助理。我是听力障碍，然后重度，要非常靠近，就是比如说嘴巴在耳朵讲话那种，然后大声的讲话才会听得到一点点声音。他跟我说为什么不？但是我觉得我出关可能是潘志佑。那我进来星宇航空目前任职1年5个月，对。那跟柯伟的话是同部门的同事，因为我主要是脊椎损伤造成就是下肢瘫痪，手指是有影响到的，所以我跟柯伟目前都只有处理线上的案件，就没有接电话嘛，因为他们要边听然后边打，所以我没有办法像他们这么快速的就是打字。那目前公司的这个身障的同仁总共是有42位，所以我们主要都是看同仁的一些特质，还有他的工作的背景跟专长，来去媒合他们合适的一些相关的职务。担忧的部分主要会在于说，我们会比较担心单位的主管，有一些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身心障碍同仁的部分，比如说听障类别的同仁，他们自己没有跟这类的同仁有相关的接触或者是合作的经验，他们就会比较不知道说该怎么跟同仁去互动。有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吗？这样没有，应该是说最担心的是像沟通，就是沟通协调，会担心说有没有哪边要注意的地方，或者是说有哪边是不小心就会伤害到他们的身心灵。对，因为比较没有相处过，那就不知道说会不会身心障碍的同事，其实他们不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去帮助他们，反而让他们会造成心理上的压力。其实我一开始就是坐轮椅之后还没出来工作的时候，我很怕麻烦别人。同事之间就是有时候也很怕，不知道怎么跟身障同仁相处。我觉得这一块也是会有一点这种感觉，因为公司里面只有我是坐轮椅的。如厕的时候，因为我移位，就是我们需要从轮椅上移到马桶上，那移位的会比较不方便。那因为我手功能也有受损，所以移位就更容易跌在地上。对，就是有听同事说有反映说前几天在厕所那边跌倒嘛，那觉得公司那个我们也是觉得说很不忍，就是说他竟然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因为他也不好意思，觉得说怕麻烦我们。之前没有接触过 Claire 的话，我不会特别去注意说公司的厕所是不是有无障碍的空间，可以方便他们就是这样进出。那以及甚至包括公司的那个门是不是太小了，他会不会一个人不方便打开这个门然后进来？对，其实这些都是同事没有进来我没有想过的事情。看就是怕7月初，随着公司禁用越来越多身障的同仁，也会从有一些单位的主管在关心我们的身障同仁，反映说可能在工作的时候有一点彷徨或是不知所措的部分。所以其实发现到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透过一些辅导的机制，包含到我们会举办一些对身障同仁的座谈会，去了解说公司可以去调整哪一些方面，让同事在执行业务的时候更顺利。好，那柯明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给你？我们开会的时候会常常听不懂那个发言人他们讲话的内容，想问公司这边，所以我们就把公司满额之后的身障同仁，针对他们的障别，然后安排了大概5到6场不同的身障座谈会，希望透过在工作场所当中反映给我们他们可能在直接职场上有没有什么需求或需要帮助，譬如说工作在设计啊，或者是对公司有什么建议。我们那个时候就有提出说，如果开会的时候，可不可以有一个文字即时字幕的那个显示，那我们可以去理解那个说话的人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会提供免费的按摩服务作为我们同仁的一个免费的福利。后面就是只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出现，就解决我们的一个痛处，这样。对。
因为Claire那边就是他比较知道照护床的一些设备啊，或者是说尺寸。那我这边再整理一下，我们再提供给你们。公司一开始在身障厕所的建制上，其实我们并不知道照护床这样的需求。那在我们的同仁Claire，他可能有这样的需求发生之后，其实是他反向透过他可能在其他场所设备使用到的经验，他反向告诉我们有照护床这样的东西，它的高度跟身障厕所的马桶差不多。可以方便让身障同仁从他的轮椅移动到照护床，再到马桶。那这个过程更加安全，而且方便他们做衣服的穿脱。那我们觉得这个过程是他教了我们，那我们也能够回馈给他。那对企业跟可能当事人来说，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双向的学习，那能够达成让这个环境更友善、更无障碍的效果。不一样，有方式。我觉得可能是公司的氛围让大家其实都蛮客气的，但我觉得基本上就把我们当一般人看待就好了，就不需要因为我是坐轮椅或是因为我的障别然后去特别的关心，就是除非我如果真的有需要帮忙的时候，我基本上我会自己讲。就是感谢公司开出身心障碍的一个会议，那可以去了解我们的需求，然后并且细节的帮助我们。